附带爆甲展开的玩法，并且还有武器搭载以及浮游炮，并且这次不需要自己拼了，是一个合金成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藏道出品的奥飞正版授权的超限猎兵凯能系列里面的先锋凯能，也就是主角机啊。盒子正面呢是一个先锋凯能的一个峰会，然后在盒子的背面的话，则是非常有藏道的风格，是一个凯能的线稿，上面有凯能这个英文。打开之后呢，一共是2层悉数，一层呢是地台武器配件，另一层呢则是主体。而本次先锋凯能的外观方面呢，大家是能看得出来的，它是有进行了魔改的。在原作中呢，先锋凯能的这个机甲其实并不是很厚实，整体是比较苗条的，并且在外甲上呢也没有很多刻线或者一些机械细节，整体也是比较素。所以藏道呢本次在整个机甲上面增加了很多的遗印以及刻线分色的细节，它整体的一个观感会更加好，不会显得那么素了。要说最不同的话，应该就是小臂的臂甲以及膝盖处以及小腿处的这个装甲了。它重新设计了小腿的外甲以及膝盖处的装甲，这样子让它整体的这个腿部呢更加厚实，外甲更重，整体看起来腿部更粗，让整体的比例呢会更加协调。同样，头部的红缨呢以及各种装甲的造型呢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说你一眼看上去，你还是能认出来它是先锋凯能。整体的魔改，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大家觉得这个造型喜不喜欢呢？本次模型的整体高度到头大约是23厘米，算是1:100国模里面的一个常规高度。并且本次是一个合金成品，所以说在关节的各处呢，全部都采用了合金，整体的这个用量是非常大的，甚至连背包都有给到一个合金连接。也正是因为如此，单主体的重量就已经来到了457克，将近1斤的重量。如果全搭载装备之后呢，甚至可以达到767克的重量。关节调教的也是非常紧实的，摇晃呢没有软的迹象。不过这个呢，可能需要时间来进行考验啦。手型方面，除开默认的握拳手型以外呢，还有4对握持、比叶、开掌以及一个持枪手型。手型呢是有给到一个枪铁色的金属涂装，并且本次手型呢也是一个稍微硬一点的软胶，整体把玩起来呢没什么问题。本次头部是附带磁控灯组的，考虑到有些玩家呢是不喜欢亮灯，所以说在眼睛这边也做了一个单独的发射效果，在不亮灯的情况下也有一个不错的观感。点亮之后呢，整体的亮度也是非常高的，在两边都打光的情况下，也是能有一个不错的亮度体验。除开常亮以外呢，还会有一个呼吸灯的模式。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可动，首先头跟脖子这边呢是用球冠进行连接的，所以说头部是有2段可动，整体抬头以及低头的幅度呢还算可观。头部侧摆以及旋转呢，依靠球冠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头部旋转的时候呢，需要适当的注意头部后脑勺与领口这个白色零件。肩胛这边呢是可以进行上抬避让的，并且肩胛是采用的套筒结构，所以可以轻微的调整角度。蓝色的这个小零件呢也是可以进行外翻的。手臂根部呢附带外拉的一个关节，外拉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增加它的一个上抬角度，再搭配上咱们这个肩胛的避让，整个手臂的平台是可以远远超过90度，角度非常大。外拉之后的关节活动空间比较大，所以说整个手臂内收和外摆也是有一定的角度的。手臂根部的平转没有问题。手肘这边呢，因为它这个肩胛其实是比较宽的，所以说手臂虽然是双段的一个弯曲，但实际上角度并不是很理想，所以藏道在手腕这边呢增加了一个内收的角度，这样子整个手臂曲肘就可以贴到它的肩胛了。手型这边呢是一个球冠，没有做额外的关节，所以说手型的活动角度呢会稍微少了一点。腰部方面，胸甲这边呢它是有一个盖板可以掀起的，这样子腰部前方呢就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它实现弯腰的效果了。随着弯腰呢，背后这边也会有一个拉伸的效果。腰部侧摆呢双段的关节，所以说整体的角度还是比较大的。腰部旋转没什么问题，整体关节是比较紧的。接着咱们来到裙甲方面，裙甲这边呢是非常标准的一个配置，前裙甲有一个高可动的一个避让，侧裙甲是有一个外拉结构的，外拉之后呢可以给侧踢增加一个很大的避让空间。后裙甲是一个球冠，可以进行角度调节，并且整个后裙甲是可以进行上抬的，增加一个避让空间。胯部这边呢有一个下拉结构，可以有效的增加腿部的活动空间。在下拉之后呢，整个腿部前踢是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的。后裙甲的避让呢，也能让腿部的后踢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侧踢这边其实是有足够的空间的，但是它这边做了个限位，侧踢的话大约是能超过90度一点点。大腿根部呢也是附带平转角度的。腿部弯曲整体的角度大概是这样子，这边的腿部弯曲是有很多联动的，这一套的腿部联动呢，藏到了很多模型里面都有，它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联动方法。这联动最好玩的呢，就是它弯曲的时候，小腿处也就是关节这一边的这个金属零件呢会进行内缩，而膝盖甲这边呢会有关节进行一个填充，所以整体的腿部观感是比较饱满的。也正因为内缩避让，所以说小腿跟大腿贴合度更高，弯曲的角度呢也会更大。膝盖甲这边呢还设立了一个活动关节，这样子在腿部拉直的时候呢就可以完美的贴合整个腿部，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曲线。
小腿处这个喷口并不是装饰，它是可以真实翻出的。喷口处呢也有一个金属涂装。脚部四周的外甲呢全部可以进行活动避让，为脚部腾留出空间。侧摆基本是没什么问题，幅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大，所以说正常的360度旋转呢也没什么问题。上下摆动的配置也是附带的，并且脚尖也是有单独的可动的。讲完可动，咱们来讲一下它的玩法。相信不少人对于动画中先锋凯能超频状态的一个爆甲记忆犹深吧。那么本次在本款模型上呢，也是有还原出爆甲的。那么这边就跟随着镜头沉浸式享受一下爆甲吧。这就是爆甲之后的整体样子了。尽管它本身的机体是进行了魔改，但是它的爆甲结构呢，与动漫中基本是一样的。在裙甲、臂甲、腿甲处呢，都是有一个爆甲的展开。爆甲之后呢，也会露出里面的一个橙黄的一个金属涂装，整体还是比较好看的。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包。首先呢，背包通过插装进行连接，然后两边这边安装的是一个浮油炮，与背包连接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金属件，同时有多角度的可动，可以调整这个浮油炮的各种位置。并且这个浮油炮呢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理论上它既是浮油炮也是推进器，并且这个浮油炮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联动展开，展开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立场护盾，里面的金属涂装还是很好看的。并且这个浮油炮呢并不像动漫中只有2个，本次附属了一共6个浮油炮，也就是说是可以实现一个搭载效果的。咱们视角来到凯能本体，肩胛处有孔洞，并且在小腿处呢也是有一个装位的，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浮油炮上面的孔洞，2个孔洞啊，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位置来进行这个搭载，将它搭载在咱们这个凯能的身上。武器配件中呢还附带了一个能量光剑，这个能量光剑呢是可以直接插在咱们的这个小臂甲上的，一共附属了2个，可以安装在2个臂铠上面。这一处的改动呢也算是肠道的原创了。最后还有武器，就是咱们的这个粒子来福枪了。这个枪的整体呢，相较于动画中整体的尺寸会更大，并且也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增加了一个展开的玩法，联动展开。枪口处呢，也可以搭载咱们这个光剑，作为一个发射的特效键使用。同时，因为枪身上是有装位的，所以说在浑身各处只要有孔洞的地方呢，都可以搭载这把枪。来福枪呢，一共提供了2把，再搭配上咱们这个6个浮油炮，就可以实现全搭载的一个样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搭载，整体是不是很帅？这是其实都已经有点像重装了，特别是这个搭载的方式，给我一种重装凯能的感觉。本次呢还附属了一个地台，整体地台的样子呢基本是一样的，锁定机构、高度调节都是有附带的。在连接处的角度调整的这个地方呢，采用了一个弹簧齿轮锁定的一个机构，就是你需要摁住，然后齿轮来调整这个角度，松开之后呢，它就固定住了。整体搭载呢还是比较稳固的，支架可以牢牢的固定住。整体来说呢，是一个漆面很好，并且整体的外观也非常好看的一款模型。玩起来呢也没什么槽点，唯一需要吐槽的就是它给了6个浮油炮，但是没有给浮油炮支架。好在这个接口呢是通用的，大家如果手上有多的支架呢，也是可以给这个浮油炮用。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觉得这款模型怎么样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了。